今天前你真舒服。对啊，我这2天进来我都瘦了。我也没胖，我以为我天天吃零食吃糖会胖，结果一点都没胖。切蛋糕。洗过手了，家人们。你想要自己挤奶油试试吗？哦，可以。欢迎大家回到恋爱特别邀请，我是恋爱见证团团长乐言，好久不见呐！听说不在的这几天呢，很多事情发生了。我先来观察一下大家的微表情，有的是微笑，有的是无奈。我相信这一段时间呢，对于大家的关系来说都是有质的飞跃和质的变化。我听说我们的游戏日的时候，有一位嘉宾是霸气胜出了，然后赢得了非常宝贵的约会机会，对不对？是奥哥，是奥哥。听说他那一天的游戏日特别的厉害，上强度了，反正是。但是那个我觉得 MVP 还是阿信哥。没有，那还是最后还是我们奥哥是赢得了比赛。OK， 看来那一天游戏日还是挺多精彩的事情发生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也听说有一对我们的嘉宾呢，给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对，看的就是你。对，你那一天是说他们已经都有一点点像情侣了，是不是？对，因为他们约会的时候，就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情侣这个词汇。一直在 Q 这2个字，应该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默契在。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位嘉宾们，多多他有跟阿信哥聊开他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开诚布公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那我相信阿信当时接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一定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是的，他希望能给多多更多的空间，就不要给他太多的压力。因为其实阿信他会有一点点去享受当下的这个过程。对 OK， 好的。感觉新的女嘉宾拉姆来了之后 ，Mars 明显整个人会开朗很多，就敞开心扉，然后就不再情绪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了。他们俩相处也感觉很不错。因为其实从头追到尾的朋友们肯定可以观察到，其实 Mars 在前期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的感觉。Mars 就是跳楼机本机，对，他情绪很容易被牵扯。阿姨觉得拉姆的一个状态，你会怎么看待？就我们观察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细心，比较上心。我觉得他俩可以继续发展一下。因为拉姆其实还是后面加入的嘛，时间还是比较短的。我相信接下来肯定也会有不一样的故事发生。所以现在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小屋将会发生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吧。所有美好，哇，摆盘！天，太吓人了！要不要挤奶油试试自己？我来 ，Let me try。好，去站对面去，老师才能站这儿。啊，老师太可爱！来 ，OK。你好，同学，你挡住我了，同学。好，对不起，同学。这个和这个是2种花纹，然后我先示范一下这个花纹啊，把它放在这里，然后这样。哦 OK， 然后还可以这样子挤。哎呦，会了。OK， 就是这样，基础款。我再看一下，我是不是搞反了？
对，你要这么转，这样转。那我抓你手来一次你就肿了。学会了，啊！闭嘴！简单。闭嘴！你不要挤哦。你知道这是你吃的吗？我知道。啊，往上转。哎，就这样吧。然后你就吃这个。老师的手是熟练的，我不没有老师那么熟练。我教你，我刚看了，没事。你用你的手法试一下，我看看你走向对不对。哦，朋友，你这个有点不一样啊。老师，我可以，这我自己吃。不，这是我给你挤的，我是想让你试一下而已。Mars 以前肯定没有这种做蛋糕的，对，他都是吃蛋糕的。对呀。一会儿咱就落座，问问你什么情况。那外面聊呗，外面也可以，就在这边呗。哇，感觉可以的。聊一下吧，昨天都没聊。昨天怎么样啊？4点多都没找着。对，昨天真的是心态有点崩溃，就是一直在找，然后一直好像就错过。那找了一天，搞得很多人都很崩溃，就是因为我，所以我看他跑过来的时候，情绪也挺激动的。但那个找的过程中间，其实你会有一些，比如说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是还是挺在乎这个人，想去寻找，心里面很焦迫是吧？很焦急。对，你越焦迫，然后越感觉还是自己是在乎，有那种情绪在里面。阿信还是很在意多多的。是的。因为其实女生在那个状态下有点小情绪也是正常的。是的。但是其实呢，也是算是一个小乌龙，因为你没有导航，真的很难找到对方啊。对，确实，纯靠运气、纯靠缘分取遇了。对，就在茫茫人海中找寻你。稍不留神就会爱人错过。我觉得你从来也没给过他心理压力，对吧？你都是默默的关怀，我觉得这个尺度应该正好。因为他一开始是表达过那种就是要保持一些距离嘛，那我觉得给他一些空间这种比较好。但是感觉前天之后关系有一点点升温了，所以我其实也想知道他到底心里是怎么想。就我以一个男生的角度觉得，我觉得你这个尺度已经拿捏的很到位了。不给他太大的心理压力，然后跟他相处，让他觉得舒服啊、愉快啊，我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反正我觉得，就是那个度现在就比较难掌握，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度，要不然把楚涵也叫来一起说，就是他站在女生的角度上来说，要不要把他也叫来？啊，可以啊。哎 ，Mars 啊，哎，你能上那个窗口帮我喊一下楚涵吗？楚涵，哎，李瑶喊你。好。咋啦？就聊聊呗。想我啦？想你了。说呗。他就感觉他俩有一点点升温的情况了，但是他现在不是还是处于一个朋友的身份，默默关怀吗？他就怎么想推进一点点，还不让对方感到压力，我就觉得这个有点难把握。我觉得只给不是不行，是吗？但我觉得你俩现在这个微妙的关系还是要 no， 我站只给。我觉得要缓一缓，因为你俩又不是没聊，前几天一直在聊。他们聊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你没有吧？有。没有聊感情上的事儿。就是我觉得现在就稍微升温的时候，不要抓太紧，松一松，给松到点的时候再聊。但是你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考虑周哥的角度。小不忍则乱大谋吗？不是，我跟你说，你要考虑到周哥就是有点什么？你明白你这说？周哥只明白。你说，周哥明白。我有点被吊着。被吊着？还好。没有啊，人家也跟他说的很明确嘛。
还好。现在也是，他可能情绪上有些上下起伏的这种东西，也是我觉得是正常，因为他心里应该是有些事儿的。我确实不知道是啥的事儿，但是应该是这种情况吧。那你就只给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在这种时候我自己已经那么难受了的时候，我一般就是会只给。不是这个怎么表达，我是有些，我大概心里清楚，关键是不是要释放点什么信号啊之类的。信号，他信号释放的还不够多啊，你还要怎么释放信号？我们不瞎。好，那就行，那我就懂，可以，那我觉得你俩昨天刚升温的话，我可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今天好好约一下。那今天就继续释放，明天只给。好，谢谢你们的建议。只要是你俩能相处的氛围愉快，不让他感到压力，我感觉就完全 OK。你觉得打打闹闹啊，什么东西？对，打打闹闹，朋友之间的开玩笑，开玩笑，然后他就是脆弱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安慰安慰。对，你怎么对我，对他对，来干一个，来吧来吧。今天天气真好，终于放晴了。江江小杨是吧？啊，你想出来吗？你想去吗？走啊！我想说一下。走吧，你想去就去吧。多多到目前为止跟阿信好像没有太多的交流。小闯，过来。慢点的，慢点的，慢点的，慢点的。你也喝。干嘛？喝完了。他真的像小泰迪，你知道吗？那个毛太……你这样摸，没几天可以见小杨了。不是我的数码店。亲死你呀！哦。其实这样的状态特别好 ，Mars 现在也特别好。我觉得还是要感谢拉姆的出现吧。如果不是拉姆像这样一个开朗阳光的女孩出现的话，她可能会困在里面比较久。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哎，什么东西在响啊？来任务了！啥玩意儿？恋爱之旅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如果你还想了解关于他的更多事情和想法，今天我们将开启恋爱见证员的特别小屋，每人仅有一次机会邀请一位心动嘉宾的恋爱见证员进行1v1单聊。哦，玩这么大，我怎么办？你可以选择不去啊。其实我很想去套个小屋跟她闺蜜聊天，我想问问她站在朋友的角度上，冯楚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平时的原则啊是什么样子啊？但是没办法，她的闺蜜已经走了，所以我就选择了放弃。你那么想跟子龙聊呀？跟他聊啥呀？聊聊怎么整你，怎么治你。不跟你玩了，讨厌。虽然没跟她闺蜜聊上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去了解她就够了。楚安和刘傲真的是无时无刻在一块儿了。其实这个环节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因为他们在未知的视角下，如果对我们进行邀约的话，其实会得到更多的信息。
就包括像阿信和多多他们前几天产生了一些小乌龙的事件，他其实可以通过问表姐，然后来获取更多视角的信息，对不对？其实这个环节还是挺重要的，如果是好好把握的话。哎，我们猜一下谁会被第一位邀请出去？是因为表姐，表姐吗？谁找我呀？找新哥了。所以可能表姐第一。我来了，我来了。是坤坤。我在小屋内现在只想了解萱萱，想通过闺蜜的视角去了解一下萱萱的不一样的地方。瑞子来，走吧。OK。嗨 Hello， 第二次见啊，第二次见。Hello， 走走走。有什么想聊的吗？刚才我就问萱萱，我跟她在聊天，你应该可以看到。嗯，看到了。就她说我们两个可能会尴尬。不敢想，你跟我闺蜜聊天，她会跟我说吗？她会很尴尬。说的。我其实也没有太多想了解，因为我大概了解了，因为我觉得萱萱她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但是她可能对于相机或者对于说人态度，她放不开自己。对，是有一点，是有一点，所以说她在私下里大概是，其实大概差不多，但是会更疯一点点，更疯一点。对，她不是说她一直在节目中她想发疯吗？对，结果发不起来。对，发不起来，就因为太多这种，她有点放不开。她第一天的时候是最放不开，我看着好着急，妈呀！就第一天在住房，对，真的好着急。现在其实还好。对，你看着他，你想说什么？啊，他不是说你不让他吃零食吗？对啊，我跟你说，我天天让他不要吃零食，他没有一次听过我的。你一说他就听，气死我了。会不会是刚开始听，后面就不听了？都没听。我第一次跟他发吃零食的时候，他说没办法，我已经撕开那个口子了，我就一直想吃，然后就一直吃。我跟他说，我说少吃点零食，等下吃不下孟老师做的饭，一直吃，结果真的后面吃不下，我气死了。所以你是怎么对萱萱有好感？哎，怎么变我问你了？不是你问我。没有，我其实我可能会比较慢热，然后我是觉得慢慢来，大家多相处一下。对，多相处一下。但是从第二天开始，其实我一直投的都是萱萱。我觉得萱萱还是很好的，因为我觉得我是生活上是可以照顾别人的，但是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很丧呀，或者比较沉，不开心。但他一定会让你开心，而且他不太会生气。万一就是实在是生气了，一下就能哄好。对，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但是你平常生气到发出来的情绪会很多吗？非常少，就一年可能1、2次，1次或者我会生气也会开心，但是都会在下面一点，不会露出来。平常工作忙吗？看自己吧，想忙是可以忙的。哦，想忙可以忙。对，因为我们工作都比较自由。因为有一些情况，我要跟你说，就是萱可能今天约好了之后，可能要干一件什么事情，但是他可能会因为工作会放你鸽子，不是他想放。我知道，那肯定了。对，但是他会心里有点自己跟自己生气的那种状态，他会恨，哎呀，我怎么又这么多，然后就错过这次约会，他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在。但是如果你们都是在同一个城市的话，就还好。是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优点嘛，只有我们两个是一个地方的，很好。我觉得还可以。你觉得还可以？我觉得我不是说他还可以，我说我觉得我们的对话还可以。好搞笑，天，太搞笑了。哎，真的，我想，你告白，你会跟他告白吗？这是一定的呀，但是我可能会有一些方法，但我肯定告白的人是他，这是一定的呀。通过她闺蜜的角度，其实让我更好的了解到了萱萱。我期待跟萱萱回到长沙以后，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沟通。还有什么想问的吗？没什么想问的了。
挺愉快哈。你俩聊了跟没聊差不多。好像都是我在问他。反向输出。对啊，反向输出感觉像是。所以主要是来跟狄掌柜见个面，打个招呼说啊，明天可能会有我的方式哦，提前跟你说一声。你想跟我的搭档聊一下？可以。好，我去了。按中间。因为我觉得了解一个人可以从朋友的角度去了解他，可能孟哥有的时候羞于说出口的自己的小习惯，或者是要注意的一些地方，或是雷点，都是可以从朋友的方面去切入的。Hello， 哎 ，Hello， 廖老师，哎呀，第二次见了吧？对，正好。哎，孟老师他是不是他粘人吗？他应该很粘人吧？他黏。那他是属于那种喜欢一点小浪漫的人吗？我是，反正。你是啊，好好。那他呢？他跟我相处这段时间，应该被我带的有差不多会有一点。嗯，那他是需要那种长时间的陪伴，还是就偶尔都可以？这个就属于看你们两个人的相处的，对，相处的状态，这种东西说不定的嘛。嗯，对。我觉得你们就是可以生活中多一点，就是那个叫加密通话，就属于自己的梗，因为他跟我们在一起嘛，我们都长沙人都懂，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你可以多跟他，就是有自己的两个人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忙起来一出差，我很多天都不回来。我们有空可以去找你的。哦，真的啊？因为他也会想见到你们。然后你的闺蜜可能会担心你工作上，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吃饭，但是因为工作安排，然后爽约什么的，没关系，这对孟老师来说不是事儿。然后就是城市的问题，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啊？什么问题？对，什么问题？那么近，对不对？对。他们俩很好的一点是在同一个城市。对。然后还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其实还有一个想问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职业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跟男生合作的地方，也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亲密的一些动作呀，或者是因为工作嘛，就是我也没有办法。了解，这种东西只要你跟他说清楚，他是不会的，因为这种东西就属于原则性的问题，他感觉到你的爱意，他是会完全相信你啊。就是你只要跟他说好，给他安全感。我给你打成强心剂，好不好？他明天肯定会跟你告白的。其实，你想反告白啊？你不搞这些吧？那算了吧，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就是其实看起来大大咧咧，但是如果真正到这种时候，我还挺害羞的。走了，拜拜。我走了，我要去谈情说爱了。画啥？眼前景色的感觉。雪山吗？我还没画过这南迦巴尔峰呢。哇塞，好像很好吃的冰淇淋。我觉得画画真的很放松、治愈。他表达你就内心想看到的东西，但是我就是表达不出来，就可能脑海里想的东西画不出来。那你可能是从别的方式，比如说玩空竹的方式去表达。真服了。真的呀，我说真的呀，你玩空竹的时候你不开心吗？开心啊。那就是你表达方式呀，就没有一定要说啊，我一定要笑才是表达，一定要哭才是表达，有可能喜怒哀乐它只是一种掩饰。真的，我说真的。
当你开始沉醉于自我表达的时候，我之前说过一句话：爱是吸引，不是追逐。说的太对。你要知道是别人错过了你，真的。他不够聪明，他的眼神不够好，他看不清，他有点老花眼，他近视的，所以他才错过了你。我是说这个不是安慰你，这是客观的定律，这是世界的自然规律。你是你自己宇宙的中心，你是你自己宇宙的主体。OK， 世界应该围着你转。我对 Mars 挺惊讶的，他居然学会开导别人了，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在开导他。所以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这一路上 Mars 的成长线，也是很明晰的。如果你在八廓街找不到别人，那就等别人去找你。所以昨天那件事情就让我很醒悟啊！就昨天找路的那件事情，就我一直在找下一个地方，一直在追逐嘛，就像你说的，然后发现结果其实也并不如人意。如果我当时选的是像我平时一样在原地等待，其实是会更好的。你是这个银河的中心，你是太阳系的中心，别人应该绕着你转，请记住这件事情。当别人没有绕着你转的时候，说明这颗卫星它不属于你，转身离开。真的呀。哎，最近在小屋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老师说让我去沟通、去解释，但是我觉得说，可这就不是我呀。我也没有沟通，我也没有解释，因为有不值得沟通。对，如果他但凡有一点，你能感觉到他希望你去沟通的想法，你会去做的。对，但我没有感觉到。就是这点，就是这点，就是这点，一样，就是这点。我们经历了这件事，我们是亲历者，所以我们才更有资格知道要不要沟通。就是我会喜欢自然而然的，对，而不是说很刻意的，或者说很努力、很用劲的那种。我不喜欢。但是每个人的选择都没有错，就是大家的差异化。是啊，对，还是要让自己最舒服。是的，让自己舒服最重要。如果别人说你错，你觉得自己没错，那你就是没错。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真的，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你必须这样活到你死去的那一天。好。他是还是有一些执念在，是吗？多多可能是还是有一些困惑吧，可能是之前刘傲对他的一些，可能是还是没有太走出来。对。你是很优秀的女孩，多多。对啊，没有必要的。对。Love is something breakable, love is something strong. Crashing on you like a wave, but still it keeps you calm. Love can turn things upside down, but somehow make them right. That's what only love is like. Love is like. That's what only love. 云会遮住，但是云也会散开，所以最上面我一定会画的是希望。我蛮想问一些就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对关于这个关系啊，或者是未来发展的，但是我会比较担心这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但是这也确实是我比较想确认的一些问题吧。那我走了。去吧去吧，好好聊啊。哎，累，再见各位。Hello。Hello。金哥，说吧。我有点紧张，唠点啥呀？唠点啥呀？你有啥想跟我唠的不？啊，你俩都到这样了，就是我还有，也不用再提供什么。不是，我就有点好奇，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唠？
你应该也没有机会以前在他谈之前应该跟别人唠。如果你有这个机会，现在你有了，你会想说点啥？我对奥哥其实不了解，不是不了解，也没怎么对，别瞎说，别瞎说，我俩可熟了。就是对他感情这方面，我不会太干涉的。其实就是他肯定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想法。你要我有什么建设性的话呀，我也没有。看你有没有什么想从我这了解奥哥的？嗯，就其实我觉得他现在跟我讲的都是他比较好的一些方面，对，那当然也正常，就是我也会跟他讲我比较好的事情，但是我其实挺好奇，他有没有什么不太好的习惯啊，或者是特别容易发火呀，然后这种之类的。奥哥情绪还挺稳定的，说实话。上一次真正生气应该是上学的时候了吧？后来奥哥情绪挺稳定的，可能上一次就是你们放照片那会儿，是他很多年以来极少的情绪崩溃的时候。我大爷今天上午，等一下，其实我感觉我能控制住的，怎么回事啊？明白。好，那再有一个问题，就你写给他的信里面，你说，他会深夜 emo， 我记得他一般 emo 些什么内容？以前上学的时候，可能有学业方面啊，然后工作有工作压力方面啊。白天肯定大家都是表现出一副很正常的样子去social啊或者咋地啊，但是晚上人比较敏感，完了你只能跟哥们儿打个视频呐，完了唠一会儿啊。他就其实跟哥们儿打视频就聊天是他常用的排解压力和 emo 的一个手段。算是吧。OK。就是那天我们不是在帆船上嘛，然后在帆船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应该向金金表达感谢，就说一句就他爱你，快点你说吴金金我爱你。别吧，别吧。结果后来你是特膈应这事儿吗？我受不了，就是受不了，就是受不了。那你觉得他也是这样的人吗？对。那当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表达爱的人，我就很多事情我会直接说，然后就是可能100分的事情我就100分的说，但是我是怕奥哥是那种可能100分的事情他就说个60分，或者是他就甚至就不说。不一样，就是女朋友和哥们儿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哥们儿之间就别整那么肉麻的事儿。你跟女朋友你爱怎么肉麻怎么肉麻，就是你想怎么表达怎么表达，就是你100分你表达120分都是可以。所以就你觉得他在谈恋爱这个关系里面是没有表达问题？对。明白，收到了，懂了。那我要问一个送命题。那你问吧。就是你觉得你看下来他跟我现在相处的方式和你见过他以前和他别的女朋友相处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的地方吗？所以这种事儿你为啥不直接问他呢？但是他挺抗拒跟我聊。所以你就得一点一点去跟他沟通嘛，就是你俩也是一点一点取得双方的信任，然后走进双方内心嘛，就是等他什么时候就是真的觉得可以跟你说了。行，明白，我直接问他，这个懂了。你觉得他上这个节目的目的真的是为了谈恋爱吗？他是真的想这样？他那都啥样了，他都恶心成那样了，还不行吗？所以你觉得那样就已经是他的 love language？行，那你觉得他明天会有什么？会有行动吗？就你俩在一起的时候状态都已经那样了，还有什么不安心的？真的吗？不是我，真的吗？行，那我没啥要问的。
他给了我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意见，就是说，有什么都去跟奥哥聊，不要通过别人去了解他。对，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然后我也都听进去，都吸收进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我能坚定的选择奥哥。聊完了。你兄弟揍嘛呀，一天到晚的，啥也聊不出来。他跟我他也聊不出个屁来。他根本就不好好跟我说。他说让你别那样说话，他快恶心死了。他说你俩说话一直这样吗？啊，你以为是吗？嗯，尝尝，超好喝，谢谢。他喝过。依然那么好喝，是吧？来吧，赶紧说一下聊了些啥。他说他是那种有100%的感情，他会全部表达出来。完了，他怕廖不是那种很能跟别人表达爱意的人，所以他可能也会顾虑到未来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生活当中，如果他100%表达，但是刘傲还是只愿意埋在心底，会觉得交流上没有办法达到沟通特别的顺畅和充分。对，那我觉得其实楚涵考虑的也不算少。他也会考虑很多未来他们两个真的一起生活了，然后在性格方面如何去磨合。对，今天发型不错，你俩都不错。什么时候喝你的可可？你要不？好 ，OK。我想喝2杯，可以吗 OK。你可以自己活动一下。去荡秋千。可以啊，走。一会儿我好了叫你们。好。走，去一点没去过的地方。哎，那里可以去吗？哎，我们走到那悬崖边上看看。哎，那个树还挺好看的。哦，就是，我没有发现过。对啊，我们都从来没有来过。这是什么树啊？不知道，可能拉姆认识。哎，上面还有花，你看，那个上面，哦，白色的。哇，这里好漂亮，这样子看。适合拍照。拍照。I'm always freezing. You're like 100 degrees every season. And I'm oversharing. You mostly talk in your sleep, saying things with no meaning. If you got room in your heart, I could take up some space. I could like the parts of you that you don't. 快来喝！快一会儿凉了。我的妈呀，这是谁在叫？刘傲叫轩轩呢。感觉像是小时候隔壁对，家开饭了。隔壁家哥哥，然后叫过来是回来吃饭了。怎么还不回来？半个小时以内要喝完。啊哦，他喊我们喝可可。好，来了，马上。你俩快点儿！来啦！喊他俩半天了，扯脖子喊。耽误我们谈情说爱。但你差那一会儿了，就差这一会儿。就在电影里边，两人刚含情脉脉，然后就是那种。我就听到二妹。很香。你喝多的，我喝少的。谢谢。Thank you。好喝好喝，就是这个味道。坐一下，确实好喝。今天天气真好，
我感觉我们应该晚上可以吃烧烤。晚上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就出去吃烧烤，可以吧？可以。很想出去吃烧烤，让大家坐在一起，对吧？有种大结局的感觉。不过也快了，比较安定了。我去拿我那个水彩本儿。嗯，你要干嘛？拿一下呀。What happened, my darling？ 干啥？我看你干嘛呢？你别管。为什么不管啊？你要那个有事儿是吧？我忙呢。那我要陪你吗？随你。问你话呢？问你呢？要不要陪？你别跟着我啊！哎呀，怎么那么累？哪来一小狗老跟着别人啊？你当我5分钟模特行吗？啊，你别动了啊！知道怎么当模特的啊？会当啊？会不会当？看着我。行。我眼睛比平时比这大，我睁不开。好好好。嗯，比这大很多。行。挺大的其实。行。你睁开，那你睁大点。今天这耳环很漂亮。谢谢。头发也挺漂亮的。真的吗？嗯。So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on Saturday. The words wait that I'm so afraid. It's sitting next to you, then we touch the moon. But I can't. I will leave you on sunny day. Still living a corner of my shift away. On Saturday, yeah. Now you're cheating me. I've been overthinking about my destiny. I should break it down like an enemy, but I'm still stuck in my forest. I'm dreaming back to the city that we first met. Lock away the memories we made. 他们说那个是想聊就聊，不想聊可以不聊，不是硬性规则。哦，这样。聊一下吧，聊一下吧。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叮咚。因为我这2天都跟拉姆在约会，我觉得跟拉姆的相处各方面都很愉快，所以我会想找他妈妈去聊一下。哦 ，Mars 邀约你的，对。阿姨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我是 Mars。哦。阿姨请坐，阿姨请坐。好的。我知道伊斯拉姆的小名叫雪儿。对。哎，我今天跟你想聊一下，就是你这天观察哈，您觉得我身上有什么缺点吗？就是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你直接说就好了，就是您觉得问题就是我的缺点，你觉得就是或者说哪个方面您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说实话，我真的没发现。哎，你别这样。真的，慢慢时间长了，多接触一下，有可能会发现。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一下拉姆就是有没有什么缺点？
他的缺点好像有点多。让妈妈说当然多了。就你就挑几个就是比较容易会接触到生活中常见的缺点，可以跟我说一下。就我跟你聊一下，就之前的一些情况。就拉姆还没出现的时候，之前就有3个女孩，我是当时选了一个女孩，但是我跟她就接触过程中，发现我跟她的很多就爱情观还有性格都不一样，感觉就是完全2个人。Mars 还是挺清楚的。是的，是的。就后来那次为什么我会在那个运动会上去选择拉姆？哦，我选拉姆，可以可以。就是因为我觉得跟拉姆聊下去，我整体上来感觉会非常放松。我们2个人就不用刻意去找一些话题去聊或者什么，就能非常开心愉快的聊下去。然后有一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开了店之后，别人会叫他们老板娘，但他特别不喜欢这个东西。他说我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女性的个体，就不应该被别人用一个附属的一个称呼去称呼他，就应该叫我老板。所以那点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有独立女性光辉的一个人，就这点我特别欣赏她。对，所以我会想让您跟我说一下，您觉得这天观察我身上会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想了解一下拉姆存在什么问题，以方便如果以后跟他接触的话，我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大概是个样子。好真诚啊！他就是有时候遇到事的时候会比较着急，比较急，就性格比较急嘛。然后的话还是有点小脾气，有点小脾气，比较着急，有点小脾气。然后无论在哪个地方，只要他看到了一些不公的东西，他都会站出来去说，无论在哪种场合下。这几天嘛，我觉得你们2个就是从性格还有一些兴趣爱好，在所有整体里头是最就是适合的。对，是。我其实甚至不觉得，就是说我们2个兴趣爱好一样，或者说都喜欢运动或者户外，这一点会让我们走得更近。我甚至反而会觉得2个人都是直接、真诚、热烈的表达，性格上的这点会让我们走得更近。就是这点接触下来，我觉得拉姆是个特别大气的姑娘，所以我后面我肯定会选择拉姆的。我也希望你俩都好好争取一下，我觉得挺看好你俩。是谢谢阿姨，那就我基本上差不多了。可以，回头我们可以到有什么再聊一聊。好的。谢谢阿姨，谢谢阿姨，谢谢阿姨，谢谢阿姨。阿姨，其实聊的还是蛮愉快的。对，简单明了。马尔斯就给人一种很阳光，性格我觉得和伊西拉姆也挺相的。希望他们2个能继续好好的接触一下，再接触一下。对，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可以好好的发展一下，因为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很愉快。对，而且 Mars 明显情绪变好很多，有那种契合的感觉。是的。哎呀，妈呀！所以那到底有没有人啊？这可以出发了。哎呀，我要仔细考虑一下。哎呀，咋整啊？怎么抉择呀？妈呀，杀了我！我感觉他好像很纠结，还在思考，哎呀，不管了。哎，拉姆会邀约谁呢？行为应该是我吧，应该是行为，因为他本来来的就挺晚的，接触 Mars 时间也不够多，从我这儿比较能直接的了解。是的。或许我可以要一瓶水吗？
Hello， Hello， 我的天呐，这个还是我们挺没有想到的。对，我也比较疑惑，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以为拉姆会邀请 Mars，问题都写好了，对吗？肯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是。你好，怎么称呼？我叫梁振宇，叫我舅也可以，或者清风。哦，清风，好的好的。前面有人邀请过你吗？没有，没有，我是第一个。对， OK， 好。我本来以为可能没有会要邀请我。为什么呢？可能不，我觉得如果是邀请，也可能是多多吧。那为啥没想过我会呢？我觉得你可能会去邀请 Mars 的 OK， 他的朋友。对。其实我就是想，就是有一些小疑问，想要问一下。因为刚开始我是最后一个进的小屋嘛。对，然后前期一些观察，我觉得你应该看出来我对阿信就是想要跟他了解一下，你有看出来吗？你不是刚来的时候3人们都是去找阿信吗？对，选一个，随便选。老师请。我啊，好，这么快就选择了？这没啥好抉择的吧？然后呢？后面就没有了。后面我好像没有太观察到。OK， 那你觉得他刚开始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对你的态度？对。他可能还是对你就是一个想要去照顾大家的情绪，让大家然后去比较开心一些。OK， 你的意思是，他对我就是像朋友一样的态度，但是他对多多会更偏向感情，想要了解一下，是吗？是。好。对，但是没事，你说。对，但是信哥他可能也不会太在乎其他的结果吧，只是这个过程大家一起玩得开心一点。我懂。对 ，OK， 因为我为什么找你来，是因为不知道是我自己就是感受的问题，还是阿信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你也应该会看到，我们前几天每一天他都会叫我一起出去稍微聊一聊，然后一起喝点东西什么的。晚上的时候。对，他会这样。是晚上结束了备采以后。是。坐会儿呗。第一天晚上我们聊了原生家庭，会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在，然后他就会主动跟我讲他跟多多的一些事情，他对多多的一些了解。他是第一个去拍摄了，他第二个想去哪里？他就一直在转圈，我也就一直在转圈，一直在转圈。我们看不到。OK， 他没有跟你聊吗？没有。OK， 那我跟你聊，没事儿。对，会这样，每一天晚上。然后呢，就是选2天1夜的时候，在进去之前，他有问我，他说，还想继续聊吗？他问我这句话。他是问你想要继续了解他，还是想？他就先说了这句话，然后我说可以啊，然后呢，他突然补充了一句，他说，我说你和 Mars 然后我说我和你。想继续了解吗？想继续了解吗？好的，好，Mars，关心我这边是吗？我就觉得我已经就是够主动了，然后我就进去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那2人位是空着的，所以后面是我和 Mars。对，然后我就会接收到一些他就是给我的总体感觉就是他有点为难，他想成全我的感觉。因为刚开始几天跟阿信有一点点接触，我自己觉得是收到了一些信息，但是呢后面好像又跟就是我认为的有一点点相悖吧，然后就有一些疑惑，就你能懂我意思吗？
是能懂吗？就是他肯定就是希望你和 Mars 可以更多接触，是吗？就是他在充当一个老好人的角色，我觉得。他会有可能是希望就是照顾一下大家的。那他为什么要说前面几句话呢？进去之前有问我一遍。不是他的意思，他可能还想继续，他就是想问你和 Mars 还想继续吗？对啊，那我直接的告诉他了，我是想跟他想继续了解啊。对吧？我觉得他就是在释放一些奇怪的信息给我。所以你觉得对你会有点困扰？对。那你现在有想要去更深入的了解的？其实我觉得在那天就是选那个名牌的时候，是他自己相当于是做出了一个他自己比较主观的抉择，我觉得。然后之后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就跟他像朋友一样在相处。对，然后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我觉得很好，所以想把之前的一些疑惑解答一下。我也有点不好意思主动问他，你知道吗？了解。我觉得我晚上还可以跟他再讨论一下，再复盘一下。可以，你可以原话告诉他，但是你们了解完了以后，你不要让他过来找我解释，好吗？我不是很想听。对，我只是想表述一下，我想把我说的说出来，但是你解不解释，那是他的问题，那是他的事。是，快要结束了，我想为我自己心中的疑惑去找一个答案，完全没有任何的别的，就什么左右摇摆啊，或者是我还想了解阿信，或者是跟阿信想要再接触一下，完全没有。然后清风的话，他就是完全没有给我任何一个疑问进行解答。怎么样？如何？倾听了全程，我们都很惊讶。我也挺惊讶的，对吧？我觉得拉姆刚刚表达了，他可能从前几天通过跟阿信的一些相处，会对他自己造成一些困扰，导致他在2天1夜约会之前的这个选择，他想要继续跟阿信去交流和互动，去更多的了解他。但是由于我们的游戏有既定的规则，同时呢，阿信当时也做出了他的选择，对，所以可能在最后获得了这个约会配对的结果之后呢，拉姆可能会有一些疑惑的产生。是的，因为节目也快结束了，他也想解答他的一些困惑吧。但是我不知道，如果 Mars 知道刚刚的信息，他会怎么想哦？但其实刚刚的信息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其实真的没有，他只是要去解答一个疑惑，而且这个疑惑解不解答其实无所谓，对他来说。对，但是可能 Mars 也想被他肯定是也想会被坚定选择。如果知道自己是被闹乌龙，然后被选到去 NASA 的，可能也会心里有一点点摇摆。但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不管是在顺序上还是在时间线上，其实都是很顺理成章的。对于拉姆来说，他的心意一直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对，对吧？对。我觉得阿信此时此刻应该会想要邀请吧，应该会想要邀请他表姐。因为他是此时此刻大家目前来看内心相对比较迷惑的一个状态的人，对，是的，但也有可能，捉摸不透他。那个表姐应该挺随和的，对，我知道。我要去糖果屋采访一下某个人的特殊嘉宾。今天小吴发布了规则之后，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去找多多的表姐，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多多的真实的想法。因为之前
确实有些困惑和有些波折嘛，所以我想跟表姐聊一聊。哎呀，请坐，请坐，请坐，感谢你过来。昨天怎么样？在拉萨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人家拉萨，人家拉萨。昨天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任务安排，就是我们彼此要去找彼此，然后根据线索去找彼此。线索会是什么呀？我要找个人。我看到他第一个线索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开始去找了。然后呢，他是去完第一个地点之后，然后他好像再去第二个地点的时候，他就迷路了，最后就一直在错过，一直在错过。当时我的情绪也是有点崩溃的。然后他后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半哭着就是走过来的。我那时候遇到的时候。然后昨天我听轩轩讲的意思也是说，他特别希望被我找到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再试试看，因为其实那天的时候我确实是接收到他的讯息了，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说我可能我自己默默关注他或者怎么样其实就行，对吧？就你给我的感觉就很像一个大哥哥。明白。我是一个很看感觉的人，就可能好像不是那种感觉。明白。但是其实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在拉萨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可能还有一些，你觉得？因为我没看到全貌，我只能根据之前的来说，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因为他也是比较轴的一个人，他认定的一个事情，他会就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他不太容易改变的。我觉得他所展露出来的，他哭也好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更多可能把你当做一个哥哥一样的角色。这是他跟你表露的一些东西。他在节目上好像也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其实我也挺为你感到可惜的，就是你还一直争取多多，但是其实多多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那天你们俩单独在小屋，就是他可能就已经不想再深入了解了，觉得大家都是做朋友。明白。我觉得明白。我大概懂。好，好谢谢。OK 谢谢你。没事。好。稍微有一些些的失落。好，表姐聊完啦，聊得如何呢？他就想问一下我多多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心意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感觉应该是没有的。这个结论的话，我们先按下不表，因为昨天和前天你们跟他们也没有交流，包括多多现在在跟 Mars 也是在聊这个事情。我觉得他此时此刻他的心意和想法可能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一直都看得出来，阿信对多多是很在意的。是的。对，我其实挺担心，就是阿信哥有点错付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倒不会说错付，对不对？因为阿信他就是敢爱敢恨的一个人，我觉得他是。对，他也一直觉得他给予别人，他自己也会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表姐也不要有心理压力，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我觉得就让他们就是顺其自然的发展下去，多多了解。你们觉得我要约吗？我觉得要。为啥呀？因为我觉得其实那种一见钟情不见得靠谱啦。如果有好的合适的人选，那干嘛不去了解一下嘞？是不？你不想聊啥？你想了解他什么？没有什么想了解的，是不是？其实我觉得
二性就是输出的太多，让你感受的机会太少，让你有自己的判断的机会太少，而且没有心跳的感觉，是吧？你去了解一下吧。可能我前几天我的建议是，你跟他说清楚，但我现在又觉得还好。然后你可以跟他聊一下，让他把那个节奏放慢一点，因为我感觉他在真心的关心你。其实你对他不反感的，你们需要相处，要接触。我也是觉得可以先接触一下。我不知道多多是还在找那种一见倾心的感觉吗？还是就是我很不喜欢这种，就是相处着相处着，慢慢就是被打动，或者说因为他对你好，所以喜欢他的那种感觉。我之前谈过基本都是这样子，真的。但是我回想起来，那些人我都不喜欢，只是因为他对我好。这就和那个问题很像，爱你的和你爱的，你会选择谁？所以你选择觉得是你爱的。我选择我爱也爱我的。但是我爱是前提。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就像我说的，我比较喜欢一见钟情，而不是日久生情，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了解，但可能真的燃起爱意或者说心动的感觉的成分可能不会太多。刚刚呢，我们所有的见证员特别小屋的环节已经全部结束了。有的嘉宾呢做出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选择，但是呢，最后我们了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理解。是。同时呢，我们也有特别甜蜜的哈，能够通过好友、好兄弟、好姐妹的口中了解更多他们过去的性格呀、生活当中的状态，以便更好的对未来去相处也好，或者是确定一段关系也好，做出充分的准备。那稍后呢，就开启我们本次旅程当中的最后一次约会环节了。我们的嘉宾呢，今天可以在任意的时间自发的进行约会，做最后的争取。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见证人也不会再外出进行观察了，我们把时间好好的留给他们，让他们来好好的相处。不知道今天经过约会之后，他们会不会产生一些质的飞跃？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今天晚上他们的表现。